怎么回事？援军为什么还不到？联系不上，混蛋！要不停的联系，给片山，给太原，给北京，告诉他们八路军攻势很猛，催他们快派援兵。为了吃掉登上关家脑上的日军，八路军在彭总的命令下，于10月30日对冈崎大队发起了进攻。冈崎虽然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但面对我军的猛烈进攻，也担心自己的几百兵力坚守不住，不断的命人联系多田郡速派援兵。我军也知道日军的增援正在紧随而来，为了迟缓敌军的增援，彭总让冀南、冀中、吕梁晋中的部队立即向沿途的铁路、公路及部分重要据点发动突击，并组织有力部队阻击各路增援之敌，以保证关家脑战斗的胜利。日军的陆路援兵虽然因为我军的袭扰不能快速赶来，但日军的飞机却可以轻松到达。好，此时的冈崎大队上有飞机助战，下又有迫击炮打击，这让我军的战士出现了重大的伤亡，战士们都因此打红了眼。命令炮兵把敌人的迫击炮和右侧的重机枪打掉。是，预备，放！放！即便我军打掉了冈崎的重火力，我军仅凭一面陡坡想冲上敌军的主阵地还是难上加难。在发起数次冲锋都失败后，陈赓不忍部队伤亡过大，来到彭总的指挥部劝说彭总放弃这次进攻。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打呀！怎么？敌人居高临下，他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都能打着我们，可我们却打不着敌人，有没有足够的炮火？不要动摇了，快回去指挥部队，一鼓作气攻上去。彭老总，现在拼了，今后怎么办？就是为了今后，现在必须拼。彭老总，服从命令。战斗一直打到了晚上，双方皆有伤亡，但我军的伤亡更大。为了能利用夜色这层天然的掩护，彭总安排了反战同盟以前投降的日军士兵拿着喇叭向山上的冈崎大队喊话，呼吁他们投降。然后一部分战士利用夜幕作为掩护，悄悄靠近敌方主阵地，等第二天拂晓就突然发起攻击。后退！昨天晚上你们的喊话，我们大大的明白。我军的突然袭击占领的只是冈崎的前沿工事，想要登上主峰还是没那么容易的。当我军想一口气发起冲锋之时，日军的飞机又一次紧随而来。面对突如其来的飞机，让我军刚占领的阵地还没捂热就被日军打退了。可想而知，当时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指挥员为了抗战是有多么的艰难。你们看见了吧？地势险要，弹药充足，空中有飞机助战，地下有援兵近在咫尺，一定要奋力坚守，把敢于进攻的八路军统统消灭。谁敢后退一步，立刻剖腹砍头！还有多少炮弹？山炮只剩2发，迫击炮弹也不多了。面对这样的局势，就连129师的师长刘老总也打算放弃对冈崎的围剿了，甚至不惜打电话到彭总的指挥所阐述部队伤亡过大的情况。但彭总依旧不死心，因为他早就想彻底的歼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得敌人再也不敢以大队为一路侵入我军的根据地。再过半小时，向关家脑发起最后攻击，请你转告二臣，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我就叫他们部队的番号。彭老总，其实彭总的想法也是好的，敌人一个大队就敢肆无忌惮的扫荡，太不把我八路军当回事了。敌人深入腹地脱不开身，如不吃掉有损我八路军的威严，更会助长敌人的威风。此时山上的敌军人数剩下的也不多了，为了能一举冲上去，彭总下令打完所有的山炮和迫击炮，为进攻部队做掩护。敌军虽然攻势坚固，作战顽强，却只有区几百人，而我军人数众多，在人海战术的加持下，最终登上了主峰，并将冈崎大队长击毙。这一仗是我军百团大战打得最艰难的一次。为了歼灭这个冈崎大队，我军的几个主力团损失惨重，但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让后来日军的扫荡再也不敢肆无忌惮。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开始，在纵横5000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到12月5日反扫荡胜利结束为止，历时3个半月。
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3万余人，摧毁日伪据点293个，缴获各种枪支5942件，炮53门，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炸毁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这些胜利重创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胜利信心，有力地打击了东方慕尼黑的阴谋，驳斥了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污蔑，为我党我军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